根据《纽约时报》当地时间5月22号报道，美国军事分析家艾兹伯格在网络上披露了一项重要的情报。在60多年前，美国曾认真考虑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而随着资料解禁，我们也能了解事情真相。1958年正值金门炮战白热化阶段，当时美国全力辅佐台当局对抗大陆，而由于担心台当局抵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美军计划利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空军基地，并且文件显示，即使考虑苏联会对大陆进行援助，但为了防守台湾也是有必要的。其实，在1950年，我国决心进行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动了对中国有恫吓的心思。但鉴于苏联的威慑，最后美国也没有实施。但到了1958年，中苏交恶开始，美国重新开始考虑对中国恫吓，而苏联同样对中国进行核讹诈。那个时候，我们明白，我们绝不能干等着。1964年，中国首颗原子弹邱小姐试爆成功。2年后，中国利用中程导弹成功携带一枚2.5万吨当量的原子弹进行了远程进攻。又过了3年，中国第一个氢弹试爆成功。至此，中国拥有了对美苏进行核反击能力。如今，中美博弈成为国际热点，尤其是美国利用两岸关系再度将台海局势炒热。不少人认为，中美可能会在台海发生热战。而在解放军常规武器已经不输美军的时候，有分析认为，美国会借着如今还对中国有着核优势，再度考虑进行核威慑。也正是由此，美国解禁了1958年对华核打击计划。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能寄望于美国保持理智，也不能等着首先遭到核打击后再进行核反击。因此，如何有效防应对首波核打击，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而就在美国人解禁对华核打击计划的1天之后，包括京津冀等北方地区便再现大范围 UFO 目击事件。最近一次类似的现象发生在今年的2月4号晚，而我国官方很快便宣布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实验，揭开谜底。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实验属于中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中的一环。该系统主要针对全球范围内可能对中国进行弹道导弹攻击进行预警与拦截，可针对洲际导弹进行预警，主要就是用来应对核打击。如今美国刚提对华核打击，咱们国内就再度出现 UFO 现象，这难道是巧合吗？根据媒体于5月22号的报道，新加坡总理在上周三的第1届全球经济复苏论坛上接受了采访。在这次采访中，他发表了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表示，即便中国和美国间是没法存在完全信任的，中美两国应该找到可以合作的方式。他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的矛盾继续激化下去，关系崩溃无法挽回，中国和美国间真的走到了需要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步，那可能对世界的其他区域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他警告道，一旦两国之间燃起战火，那一切就晚了。新加坡总理形容，如果真的走到那样的地步，那么全世界都会处于一种焦虑甚至紧张的情绪中，而这种情绪很轻易的就会引发冲突。他表示，那样不仅对别的大大小小的国家都不利，对中国和美国两国来说也是这样的。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技术能力，同时还都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一旦中美两方发生军事冲突，那么不可避免的就会产生大规模人员伤亡和对地区的破坏。因此，新加坡总理认为，中国和美国两国不但需要通过共同的努力来接受彼此，还需要在许多涉及世界安稳性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他当然也知道两国是很难信任彼此的，但是他依然表示，即便不存在信任，这种合作也是必要的。而媒体也在这次报道中补充说明了当下中国和美国间焦灼的形势。由于美国挑起的诸多事宜，中国和美国间存在非常多的分歧。文章称，在最近这段时间里，更是因为双方都在南海和台湾海峡附近加强了军事部署，而引发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美两国间是否会爆发军事冲突的担忧。新加坡总理的立场在这一次发言中也明显地表达了出来，他既不选择和美国站边，也不同中国站边，他完全属于中立的态度，只是不想中美间的冲突继续扩大，使得全球都被裹挟进战火中。但是这其实也是中国的看法，中国向来注重的只是自己的国防安全，如果没有美国的一再挑事，关系也不会恶化的这么厉害。在美国一再引发矛盾时，中国应拿出强硬的态度，毕竟合作应是双向的，而不是让中国单方面去顺着美国的意思。根据外国媒体5月22号的消息，法国军队的总参谋长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了言论，表示
法国是绝对不可能让自身陷入可能发生的中国与美国的对抗中，也即表明法国的立场不可能帮着美国对抗中国。要知道，法国军队日前才开始了和美国军队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事演习，日本媒体大肆渲染这场军演的目的就是意在遏制中国。他们这一次演练的军演内容就被分析认为很可能要在台海冲突发生以后登岛协防台湾，妄图破坏中国的丑恶用心完全的表现了出来。而在这一场军事演习中，日本还尤其点名了参与的法国。日本媒体着重写道，法国参与这场军演对于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来说都是一种不同一般的军事信号，言下之意意有所指，想要把欧洲各国也拉入到对抗中国的阵营中。日本媒体还为此展开了对未来的畅想，认为法国的参与意味着欧洲各国都对中国更加警惕，预计法国参与这次军演只是一个开始，很快欧洲各国都会陆续向日本附近派遣军队，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一起来遏制中国，认为他们这些国家可以拉出一张包围网来限制中国在海域上的行动。然而他们被无情打脸，美军军演盟友法国军演没几天就悄然叛变，且法国军队总参谋长不但表示法国不会参与到对抗中国的情况中，而且还表示欧洲各国对此都不感兴趣。法高官指出，在未来很可能整个世界的秩序都需要围绕着中国和美国间的竞争展开，阵营也会分明，但是法国和欧洲都对选择阵营不感兴趣。他表示，欧洲各国和美国间紧密的联系关系是绝对存在着的，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因此就让自己这些国家陷入到中国与美国间可能展开的对抗中去。实际上，这也是欧洲各国一直以来的态度，他们会在中国和美国的对抗中谋好处，但是真要说敢对抗中国，他们也很难有这个心。对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忠实盟友，澳大利亚在对抗中国这件事上也是十分上心。前段时间，澳大利亚频繁触及中国的底线问题，使得中澳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澳大利亚甚至还叫嚣对华战争。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愚蠢好战言论无疑是给本就紧张的中澳关系再度火上浇油。本来对于澳大利亚这样的挑衅姿态，中方有足够的理由收拾他。但是最新爆出的消息显示，对澳大利亚，中国货已经到了非收拾不可的地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在当前的国际交流中，所谓的盟友大部分都是以利益为导向的，而在中澳战争风险高悬的时刻，未来可能波及的并不仅仅只有中澳两国。据英国媒体最新报道称，日前新西兰外长警告称，与中国的关系恶化只是时间问题。从报道来看，新西兰方面之所以说出这样一番话，是因为他们认为中澳之间的争端很有可能将新西兰卷入。他们将中澳之间的争端比作风暴中心，而不凑巧的是，新西兰正好处于风暴的中心地带。不过，显然这只是新西兰决心对抗中国找的一个借口。一直以来，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一直以友好姿态示人。对于一再挑衅的澳大利亚，中方也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对澳制裁也都在合理范围之内。试问，这样的中国又怎会因为同澳大利亚的冲突而波及新西兰？反倒是新西兰此番话有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意味在。让人奇怪的是，新西兰尽管作为五眼联盟中的一国，但是相比于其他盟友，新西兰在对华问题上一直表现得比较缓和。如今突然对华亮剑，其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澳大利亚此前的表态或许显现了一些端倪。不久之前，澳大利亚媒体将新西兰称之为对抗中国的薄弱环节。为此，澳大利亚建议，为了将其向美对华政策靠拢，必须对其施压。看到这里，我们很难不怀疑，新西兰之所以突然从中立国转变立场，背后是受到来自澳大利亚的胁迫。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某种程度上，澳大利亚已经将自己视为太平洋地区仅次于美国的霸权力量。那么，对于澳大利亚胁迫别国对抗中国的行为，中国已经无需忍让了。他们的恶意已经昭然若揭，如果不借此杀鸡儆猴，后面或许有更多个澳大利亚涌现，到那时，中国的麻烦可就大了。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日前美国媒体开始把我国描绘成一个破坏国际秩序的人。
一个给地区安全和和平稳定带来挑战的人，而理由则是因为在此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曾3次提出与我国军委副主席许其亮通电话的请求，但均被我国拒绝。对此，妹妹认为，在两国关系紧张之际，我国拒绝美方的请求，又使两国关系更加复杂。在美国媒体的解读中，当前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动荡，地区内部紧张局势加剧，解放军在台海附近呈现出强硬的攻势，给台湾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使美国不得不为保卫其合作伙伴在台海、南海等海域与解放军进行对峙。可以看出，美国人现在只想把制造印太地区紧张局势的锅扔给中国，而这也正是美国一贯喜欢通过麦克风外交向中国施压的方式。但要知道的是，我国之所以会拒绝奥斯汀的对话，那是因为奥斯汀对话的对象应该是我国的防长，美防长这样妄图僭越对话的行为超出了礼仪规范，违反了国际上的外交礼仪，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拒绝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最基本的国际准则的。我国的3次拒绝回应更是在明示奥斯汀，美国没资格对中国提这种要求。一直以来，外交对话最注重的就是对等，军事外交也是如此。为此，有专家认为，美国此次打破最基本的外交礼节，向我国提出了不符合其身份定位的要求，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目的。其一，把制造印太紧张的锅抛给我国，为美国从中东等地区调集更多力量进入亚太地区寻找借口，从而让美国对我国的无端打压披上合法的外衣。其二，虽然我国早就强大起来，但美国人的傲慢心态一直在作祟，一直自以为美国可以俯瞰世界，但中国已经不是100年前的旧中国了，平视世界早已刻进了中国人的骨子里。所以说，奥斯汀连续3次吃瘪的行为情理之中。在拜登上台后，随着重返印太战略提出，妄图借此来遏制中国后，美国3番5次的不遵守最基本的外交礼仪已成为常态。假如美国有诚意同我国谈判，首先就应该尊重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中美之间根本无法沟通。